Hello，我哋到咗烏魯木齊啦。今次假期呢，我會喺新疆玩8日啦。今次就揀咗跟團啦。但其實本來我就唔係特別中意跟團啦，因為咩限制都多啦。但係喺新疆旅遊其實自由行就會比較麻煩。呢啲遲啲先講啦。我哋今日第一日呢冇乜其他安排，其實就係搭飛機，然之後去酒店休息下啦。我哋而家其實攞完行李呢，其實就可以去酒店休息啦。好啦，我哋到咗酒店啦。機場呢離市區嘅酒店大概係半個鐘啦，正常範圍唔算遠。然之後剛入酒店啦，都需要進行行李安檢啦。同埋我剛係觀察機場嗰時，發現會有嗰種裝甲車同埋武警人員持槍站崗，所以我覺得新疆作為一個旅遊城市，喺安保工作方面都有做嘢啦。大家睇下呢個酒店環境，其實相對會比較好啦。相對之後去到其他縣城啊或者鄉鎮，無論係住宿條件啦，或者係第日食嘅早餐啦，都會比較好。好啦，俾你哋睇下，而家係晚上8點半左右啦，天仲未黑㗎，個天仲係好光㗎，所以我覺得應該係需要到9點鐘啦先會天黑啦。好啦，我而家要去收拾一下行李，然之後出去食宵夜啦，拜。今日呢，我哋係要去天山天池㗎，但首先我想同你分享一下琴日晚上我喺酒店發生咗咩事啦。我喺度瞓緊覺，然之後朦朦朧朧咁聽到有人敲門，然之後我以為係我瞓過咗覺，然之後導遊上嚟叫門啦，但係我一開門發現唔係㗎，係有3個武警啦喺度查房要登記身份證啦，仲要係手持衝鋒槍，我第一次見，所以都會比較懵咯個狀態。雖然話安保工作比較足，但係嗰時係凌晨2點鐘啊，其實都會比較影響睡眠。睇咗2個鐘嘅盆地風景之後呢，我哋就到咗天山天池啦。呢度呢就係天池下邊山腳嘅服務中心啦，係買票啊、安檢啊、搭接駁車嘅地方。但喺入去之前呢，我需要先去登記一下先，因為呢個景點港澳台同胞同埋一啲外國人士呢係需要進行身份登記咗之後，你先可以買票去玩嘅。去邊度登記呢？就係去服務中心隔離會有一個公安中心嘅建築啦，比較明顯嘅其實都。你需要攞你嘅回鄉證去登記，嗰度嘅服務人員會問你電話號碼啦，問你晚上住喺邊度啦。然之後佢哋登記完咗之後呢，會俾翻張紙仔你。其實個過程都幾快嘅，全程大概都係2-3分鐘嘅搞掂㗎啦。然之後你需要攞嗰張紙仔去買票啦。其實我一登記完嗰個工作人員俾咗張紙我之後呢，我嘅導遊就已經幫我攞出去買票啦。所以我只需要慢慢咁喺遊客服務中心等導遊幫我買票就得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跟團遊嘅好處咯，你唔使自己親自去買票，因為其他我嘅團友其實都係大陸嘅身份證咯，佢哋都會比較方便嘅。佢哋只需要攞個身份證就可以買票，然之後過安檢嗰時呢，就係只需要 D 下嗰個身份證就可以入去噶啦。而我需要嗰張紙仔同埋我個回鄉證俾佢檢查先可以入去嘅。呢個就係遊客服務中心啦。我哋過咗安檢之後就可以搭呢種接駁車上去景區啦。搭咗40分鐘接駁車之後呢，我哋終於到咗呢個天池景點啦。但係其實唔係你一落車呢，其實就可以睇到嗰個天池㗎，因為我哋仲需要爬一小段山路先可以正式睇到嗰個天池嗰個景點啦。但係如果你唔想爬嘅呢，你都可以搭嗰種隔離嗰種接送車啦。其實都唔貴嘅，大概係10蚊人仔咁。但係呢，如果係年輕人嘅話，其實都可以自己爬咯，因為
嗰段路程唔遠㗎，大概10分鐘左右，其實就爬完啦。同埋呢，記得一定要帶一件比較厚嘅外套啊，因為其實真係好冷㗎。我喺山腳未搭嗰個接駁巴士上嚟嗰時，其實我只係着一件比較薄嘅嗰種襯衫外套㗎咋。我一上嚟一落嗰個接駁車就覺得非常非常之凍啦，我即刻攞咗我件羽絨服出嚟，因為我隨時都有準備咗一件羽絨喺我個背包啦，所以當你冷嗰時呢都比較方便啦。同埋喺新疆大部分熱門嘅你想去打卡嗰種景點啦，其實都係喺山頂上，所以記得一定要帶厚外套啊！同埋呢，太陽眼鏡都係非常之需要嘅，因為呢度紫外線真係非常之強。我而家戴住太陽眼鏡都會覺得刺眼。前面呢，大家就可以睇到一啲雪山啦，可能睇唔係幾清楚。呢個呢係一個叫博格達峰嘅雪山啦，係一個終年雪山嚟㗎。因為紫外線實在太大啦，所以相機影出嚟嘅效果，同埋其實我喺現場睇嘅效果都唔係睇得太清楚，因為太刺眼啦。好啦，我哋而家就係隨便睇睇風景啦。因為我係跟團啦，而我哋嘅行程只安排我哋喺呢個地方停留2個鐘，所以太遠嘅地方或者遊船呢啲項目我都冇環遊，主要都係睇睇風景啊、影影相啊之類，就冇其他嘢做啦。之後呢，我哋需要去今晚住宿嘅酒店啦，但係走之前呢，記得一定要去之前我哋一開始入嚟嗰個地方登記返，因為導遊話如果你冇登記嘅話，可能連晚上住宿都登記唔到。雖然我唔知係咪真，但冇必要冒險啦。我哋嚟到一個叫富蘊嘅地方住宿嘅，然之後呢間酒店據導遊話係當地都係最好嘅酒店啦，但可以睇得出其實整體嘅條件同烏魯木齊市區入邊嘅酒店係有一啲分別嘅，係會整體相對會比較差一啲，但整體已經超出咗我嘅期望㗎啦。咁我哋嘅旅行團喺出發之前啦，我哋嘅旅遊顧問就有專門提醒過我哋，話新疆嘅整體住宿條件有限啦，所以條件相對差一啲。所以當時我喺出發之前有上淘寶買咗嗰啲一次性被套咯，因為我以為旅遊顧問講嘅條件差啲，可能差到連嗰種酒店衛生狀況都會比較差啦，所以我就有少驚，所以就有準備呢啲一次性被套啦。
但而家發現整體其實都幾乾淨啦，雖然冇有琴日喺烏魯木齊住嘅嗰個酒店咁靚，但係真係已經超出咗我嘅期望值㗎啦。然之後嗰幾日嘅酒店情況其實都同今日差唔多咯，都係咁嘅差唔多嘅條件。喺酒店食完飯出嚟之後呢，我哋就打算出街行下咯，睇睇新疆嘅夜晚有咩好玩喎。但係出到嚟之後先發現，原來除咗一啲酒店同埋樓下嘅小餐館，同埋一啲小雜貨店之外呢，其實係完全冇有其他嘢玩㗎。可能除咗好似烏魯木齊呢種市中心之外，其他縣城或者鄉鎮只係提供住宿同埋餐飲呢兩種基本嘅產業咯，所以真係冇發現有咩好玩。但係如果係一群朋友一齊出去嘅話，去餐館食下飯啊，食下當地新疆嘅食物，同埋傾傾偈啊，擼個串啊，呢邊新疆嘅羊肉串其實係真係非常之出名，都幾好食㗎。然之後因為我哋剛剛已經喺酒店食過晚餐啦，所以我哋就冇去試有嗰啲小餐館啦。我哋最終都係只係買咗一袋水果就返咗酒店啦。喺新疆嘅水果呢，推薦大家一定要試下。點解呢？因為真係會比較好食咯。可能係因為呢邊嘅氣候條件或者係其他因素啦，呢邊嘅水果係特別甜㗎，非常之好食，而且價格都唔會貴，比我哋平時喺廣東啊、深圳啊同埋香港買嘅水果都要便宜，同埋仲要好食咯。仲有一點呢，就係我哋每日早上都要坐好多個鐘嘅車，然之後喺車上冇咩好做喎，就食下水果咯。我每一日都會喺酒店附近嘅小店鋪啦，或者小水果攤店啦，買一啲水果，然之後喺酒店洗乾淨，放喺保鮮袋，然之後第日帶上車就可以食啦。然之後非常之方便，即係非常之推薦你哋試下各種唔同嘅水果。今日係第3日啦，今日我哋嘅計劃行程就係去可可托海同埋五彩灘，但係非常之唔好彩，今日落雨。但係冇辦法啦，天公雖然唔作美，但係我哋嘅行程依舊。我攞聽一首歌。可唔可以就係唱高潮嘅廣告？冇錯啦，喺停車場去到可可托海嘅嗰個服務中心呢條小路上，旁邊兩個比較靚嘅小花呢，就係菊花啦。雖然其實風景真係好靚嘅，好想停低影相，但係真係好驚會整濕對鞋咯，同埋衣服啊、相機咁，所以就雖然好想影相，但係都冇停低有影相。因為一旦腳鞋或者衣服濕咗之後呢，成日都會好難受㗎。落雨真係非常之唔方便，所以我而家要快啲去買翻一件雨衣同埋雨靴啦。因為真係會比較驚淋濕嗰個身，同埋淋濕個鞋會好容易感冒咯。咁之後可能嗰幾日都冇有精力玩啦。呢套雨衣成 set 落呢，大概係50蚊咁啦。但係我覺得無論貴定平啦，我覺得都需要嘅，因為擔住把傘真係好容易淋濕，同埋會有啲團友會認為着緊件雨衣好似前面咁係影相唔靚咯，但係我個人建議都係要着啦，因為喺新疆咁地方去旅遊嘅話，其實如果係感冒或者發燒就會非常之麻煩，所以靚就放埋一邊先啦。然之後我哋而家就要去搭嗰個接駁車啦。
本來需要喺呢度排隊買票㗎，因為我哋有導遊，所以我哋就唔使自己親自排隊買票啦。啊！我見到我哋嘅導遊啦，前面攞緊一支竿，然之後掛緊一個葫蘆，嗰個就係我哋嘅導遊。然之後旁邊嗰個就係女朋友啦，帶女朋友出嚟邊做嘢邊拍拖，佢真係幸福。按照慣例呢，我哋都係要搭接駁車去到景點啦，大概要40分鐘左右啦。喺車上睇出去其實唔係幾清楚，因為落雨，但係側邊嘅景色真係非常之靚㗎。同埋車上都會有嗰種介紹嘅廣播咯，大家可以聽聽欣賞下風景，其實時間都過得幾快。手工藝品，有興趣的遊客可以去體驗一下。在礦礦承擔了對前蘇聯40%的外債，當時的生產技術落後，條件很艱苦，加工困難時期，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可可和海人卻憑着為國分憂的責任感，餓着肚子，在冬天零下40-50度的環境中，肩挑手提完成了生產任務。傳統唱詩、民歌和即興創作表演。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即興創作表演，歌手們觸景抒懷，借物言志，應對豐富的百科知識，盤問古今人物和歷史事件，最終落錯車之後呢，就到咗一個叫神中山嘅景點啦。其實如果係想睇一個比較靚嘅風景全貌呢，就需要爬到前面嘅半山上啦，嗰度有一個觀景台。好啦，我哋而家行去睇睇係點㗎啦。一邊河流。我哋而家落去河邊影相咯，但其實呢樣係比較危險嘅，然之後大家千祈唔好模仿，同埋如果真係要愛嘅話，要注意安全咯。其實喺下邊河邊睇風景真係好靚㗎，而且都有啲人會喺呢度專門影相咯。但係都係重申一句，喺河邊其實係有危險嘅，大家如果要去嘅話，小心啲。爬一整個山，唉。我哋要唔要返去啊？嗰個上面好似好多人，我哋仲要唔要爬？唔爬啦，我哋要走啦，因為實在太攰啦，爬唔上去啦。我哋決定翻返側邊，影相睇睇風景，就搭車返場。
搭車返到七一景區門口，先發現其實景區門口嘅風景都幾靚啦。之後呢，我哋就要搭車去五彩灘啦。寒風刺骨。呢度就係五彩灘啦。雖然我哋嚟到五彩灘嗰時就好好彩啦，冇再落雨，但係呢，呢度真係非常非常之凍啊！主要係大風，其實天氣係好好嘅。呢度嘅風係超級大啊，所以吹到嗰個手啊同埋面啊係覺得非常之凍啊！嚟呢度五彩灘呢，主要係睇下班下地貌咯。其實你睇下呢度風景係好靚嘅，但係可能有少面光睇唔清楚。我哋而家就去嗰個觀景台，唔同嘅觀景台睇睇呢啲風景點啊！最遠嘅觀景台。好了，太冷了。呢度係最高嘅觀景台。離開咗五彩灘之後呢，我哋今日嘅行程就結束啦。而家我哋係去緊酒店㗎，而我哋聽日呢，主要係去喀納斯呢個景點啦，仲有再之後嗰幾日仲會去禾木、魔鬼城、吐魯番同埋大巴扎嘅。想睇之後嗰幾日嘅行程，記得關注我下一個視頻啦，同埋睇完之後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啊，拜。